过来吧，我一直在等你。是啊，刚聊到他就来了。你好，我的语调会不会有点怪？我叫彼得森，终于见到你了。Wilhelm 和你说起过我吗？啊，我们大学那会儿。彼得森和我是大学同一届的同学，只是专业不同。毕业后我离开斯沃尔特，他去了国立美术馆工作，现在已经是知名策展人之一了。嘿，别光顾着说我呀！听说你们最近放长假，真的不一起来斯沃尔特？我还想给你们留票呢，毕竟那个展览要上了，到时候肯定万人空巷。岂止是受重视，这次和美术馆举办展览的合作方可是哈斯普兰家族。我确实听说家中长辈与美术馆达成合作，捐出了本土画家卢西安的名作《吞噬》。《吞噬》是卢西安最负盛名的作品，说是国宝也不为过。他在哈斯普兰家族中代代相传，现在所有权在我曾祖母手上。是啊，弗兰西斯卡夫人，就是 Wilhelm 的曾祖母，会亲自主持捐赠仪式。这样的名作能回归大众，让大家平等地享受艺术，这在斯沃尔特真的太难得了。啊，所以我才问你们来不来。彼得森，你知道我最近有不少工作，而且我小时候常去瓦尔霍姆城堡，那幅画已经看过很多遍了。当然有了，不过不太多。你等一下。我稍微出去一下，很快回来。奇怪，我这也有一个电话，是谁啊？看来今天只能聊到这儿了。对了，趁Wilhelm不在，我想拜托你一件事。我呢是劝不动他了，不过说不定你能说服他带你回斯沃尔特。你什么时候？其实，也对，只能这样了。你愿意和我回一趟斯沃尔特吗？我们被邀请了，或者换个说法，表面是邀请，
实质上是半命令式的要求。刚才家里给我打电话了，他们说弗兰西斯卡夫人，我的曾祖母身体抱恙，所以他们让我带你回家。曾祖母年事已高，现在无论发生什么都不奇怪。她因身体原因取消了一切活动，包括赠画仪式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求所有晚辈回家。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，我们目前能做的只有尽快回去。怎么还不睡？嘘。我也有话想和你说，为了不被打断，只能稍微做一点伪装了。这次出行事发突然，我知道你有一肚子问题。虽然现在还不能解答你的所有疑惑，但我可以保证一点：无论在哪里，遇到了什么事，你都不是孤独一人。也许接下来斯沃尔特的一些本土习俗会让你不太适应，但不管怎样，我都站在你这边，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。所以，不用想太多，睡吧。等到了斯沃尔特，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做。这边走。按照传统，你们要避嫌。你来了。过来吧，我一直在等你。
怎么了？不用紧张，我们只是在开家庭会议而已。是啊，小姐，您从海外远道而来，可能不太了解情况。我们正在为曾祖母调整社交行程，并分担一部分工作。哦，对了，还没问过小姐您的名字呢。能被 Wilhelm 殿下选做女伴，想必您一定有过人之处。不只是女伴。自从我带她回斯沃尔特，再迟钝的人也能看出我们的关系。朝夕相处，形影不离，如今远渡重洋一起回家。用斯沃尔特的说法来讲，我们是将要共度此生的伴侣。因此，按照传统，她完全有资格站到我身边，参与讨论。说回目前的议题，这次我带他回来，除了看望长辈，还将共同履行一项职责：帮助曾祖母，或者说哈斯普兰家，继续与美术馆合作，确保捐赠仪式顺利举行。帮忙？这时候还满口工作，不会有人觉得一幅画比长辈的健康更重要吧？伊瓦尔是哈斯普兰家的旁系远亲，前几年靠进军新媒体行业猛赚了一笔。赠画仪式太耗费人的精力，依我看，只能延期，甚至取消。我们真的拖得起时间吗？下飞机之前，我稍微做了一点调查。对于这次赠画仪式，美术馆已经做好了所有宣传工作，大众期待程度相当高。突然宣布延期，你打算怎么安抚大众，伊瓦尔？主持仪式的弗兰西斯卡夫人生病，这种说法会引发恐慌。但如果遮遮掩掩，大家也可能不满。你在传媒界叱咤风云，应该比我们更清楚这一点。你，难道不能换个人主持吗？无论如何，这事都轮不到你参与。换谁？我的父亲？他正在海外访问，你不会忘了吧？因此我回国代行职责，这有什么问题？Wilhelm 殿下，我们都知道你一直极力回避贵族间的社交，甚至不惜顶撞公爵殿下。现在又大谈职责，要不是知道你一向不顾传统，我差点就信了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怎么帮忙？
怪，我为什么要听你教我做事？不过是个外国人。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，伊瓦尔？我已经强调过，他是我认定的伴侣。根据你最在意的传统，哈斯普兰家的男人和其伴侣有义务共同处理家族事务。倒是你，屡次质疑甚至讽刺我选择的人，才是不顾传统吧？够了！先散会，让我之后去书房。我明白了，当然遵从曾祖母的吩咐。还有人在看我们，你先回去吧。不过，先别急着睡觉。我希望你今晚能等我一会儿。等时机合适，我就绕开他们的监视，来找你说明情况。那你倒是说说看，怎么帮忙？奇怪，我为什么要听你教我做事？不过是个外国人。你是不是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，伊瓦尔？我已经强调过，他是我认定的伴侣。根据你最在意的传统，哈斯普兰家的男人和其伴侣有义务共同处理家族事务。倒是你，屡次质疑甚至讽刺我选择的人，才是不顾传统吧？够了！先散会，让我之后去书房。我明白了，当然遵从曾祖母的吩咐。还有人在看我们，你先回去吧。不过，先别急着睡觉。我希望你今晚能等我一会儿。等时机合适，我就绕开他们的监视，来找你说明情况。
在想什么？我们和美术馆策展团队的视频通话要再过一会儿才开始，不必太紧张。简单来说，这是斯沃尔特传统义理的一部分。稳定恋爱关系的男女，更要注重保持距离，不可两人独处，不可言语轻佻，更不可随意表达需求，以身犯贱，直到两人正式成为夫妇。我知道这很难熬，但暂时忍耐一下，好吗？你怎么了？我的演讲稿。这只是我的后备计划而已。万一情况有变，也许我要上台主持仪式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曾祖母说，既然视频通话还没开始，她希望我当着你的面练习一会儿演讲。听说曾祖父还在世时，经常和曾祖母一起练习演讲，被人们传为一段佳话。既然我和你迟早也会成为他们，现在不妨为今后做一番预言。演讲的内容可能不是最完美，但我想你会感兴趣的。我们在此齐聚，共同见证一度被藏起的艺术重回大众视野。前人创造的事物永远与我们同在。艺术是这样，美德更是如此。无论何时，都不要忘记那些教导。尊敬彼此，在传统的指引下，适当表达爱意。所以，多拥抱你的爱人吧，心怀善意，与他分享你的所见所闻。多亲吻你的爱人，摒除杂念，只是向他的手背献上崇高之吻。你觉得演讲词怎么样？真的吗？可我刚才有种感觉，你好像有点……没关系，这只是初稿，之后我还会再改一改。
你的意思是？怎么会不成熟呢？你想的相当周全，我很喜欢。不如说，我一直在等这句。我可能真的要作为哈斯普兰公爵之子，代替曾祖母出席仪式。大家还没有达成一致意见。有人认为我母亲出身不正，且我本人近期没代表家族出席过活动，匆匆上场风险太大。但我父亲还没回国，他们根本找不出除我之外更合适的人选。明天就是原定的赠画仪式日期了，你觉得我该怎么做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我们非常相似，都被这里的人警惕、排斥，甚至拒绝。他们害怕着我，同时又想榨干我身上的利用价值。亲身见证和体会了这些后，你觉得我是会作为一个贵族符号被推上场，还是被大家拖下台严禁插手仪式？既然这样，这是邀请，向恋人的手背献上一吻，很合乎斯沃尔特的传统，不是吗？只是这个吻不仅不崇高，还包含着我的私心。既然你都那么说了，如果还不带你亲眼去看那件东西，就未免太不解风情了。就是这里了。这就是吞噬，诞生于斯沃尔特，却又一度被带离公众视野的杰作。至于被藏起来的原因，我想应该不难猜。吞噬描绘的是斯沃尔特的一则民间故事。主角是曾掌管大地的巨人，他预知到自己的地位会被人类取代，惊恐之中开始吞噬臆想中的敌人。这种举动却加速了他的灭亡。勉强逃生的幸存者们认定他已经疯狂，便揭竿而起。你难道不觉得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人们都在重复画中的行为吗？传说时代的巨人害怕人类，拼命扫除他们，最终招致自身灭亡。
古时贵族认为吞噬内容激进，将画作藏起来，反而加重了人们的好奇心。至于现在，虽然大家已经包容得多，某一小部分人还是会本能地畏惧未知，忌惮外来者。无论是此前从未举办过的赠画仪式，还是和我一起回到这里的你，你也看到了，他们无处不在，明里暗里向我们和长辈施压。虽然我尊重他们的想法，也理解这只是他们的个人选择，但有些事还是无法让步。自从带你回家，我就一直有种负罪感。我知道只要你一进入城堡，他们一定会拿出那套传统礼数对待你，就好像服从性测试，不断挑战你的耐性，直到你逃走，或是变得麻木听话。但为了做成一些事，我又必须和你留在这里。那确实是一部分原因，毕竟谁都不想看到好友希望落空，而更重要的动机则和你有关。如果我说我想和你做一些离经叛道的事，你会愿意吗？还记得画中主角做的事所引发的后果吗？人越是被忌惮、被阻挠，就越想冲破那些障碍。他们害怕我们走上演讲台，获得威望，那不如让这件事实现。他们不愿看到我们出双入对，那就让他们看个够。不管事态发展如何，我都站在你这边。不要忘记这一点。是的，斯沃尔特国立美术馆此次接收吞噬，要感谢哈斯普兰家族。我来的不是时候吗？你再换。我偷偷溜出来了。
如果把伴侣留在卧室，独自出门，无论是对方还是我，都会感到万分寂寞，不是吗？怎么会呢？仪式非常成功，这就足够了。无论是曾祖母还是我，都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东西。我指的不是那个。还记得我和你说过，我为了做成一些事，必须留在这里吗？那句话真正的意思是，留在这里，帮曾祖母扫清家族中的不安分者。伊瓦尔是第一个。有些事，即使斯沃尔特的贵族想做，但碍于地位，只好找叛逆的后辈代劳，比如我。因为我在某些人眼中，生来就和大家不一样，无论做出什么都不奇怪。事成之后，我从曾祖母那里获得的报酬，就是你在这里立足的保证。你觉得今晚之后，这里的贵族们会怎么看待你？帮助了斯沃尔特，被弗兰西斯卡夫人承认的人，我挚爱的伴侣。他们没办法再拿那套曾威胁过我母亲的说辞来为难你，这样，你就不会被逼走。我母亲经历过的那些不公平对待，不会再发生在你身上。是，也不是。但真相真的重要吗？只要能逃离过去的死循环，我不排斥说一些善意的谎言。更何况我也没撒什么谎，只是利用了一些从古至今就有的现象。其实我还没告诉你，在斯沃尔特当地语言的语境中，伴侣有2个意思。一种是世俗意义上的女友，另一种则是更紧密的关系。从始至终，我都没说过我口中的伴侣到底指向哪个定义。倒是旁人因为忌惮我们，擅自做出了判断，所以他们强行让我们避嫌，也才遇到了那些怪事。而他们越是执着于拆散我们越能从彼此身上感受到吸引力。就像现在，我们只是在普通的交谈，但因为存在禁令，我不该单独来找你。再平淡的触碰，好像都变得富有新鲜感了。最后说回那幅将我们带回这里的画，其实小时候，我很害怕它。它让我觉得，现实中也有那样一个餐盘，人们迟早要走上去，被一种不可言说的东西吞下。最初是斯沃尔特的那些贵族们，然后是我的父母，最后要轮到我了。我不再害怕了，和你一起回到这里，我好像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情感。下午好。你怎么在揉眼睛？没事吧？刚才在午睡啊，怪不得声音听上去有点闷，好像还舍不得从梦里出来。梦见我在讲课，巧了，我确实刚结束一堂公开课。
不少学生在斯沃尔特的新闻网站上看到我演讲的照片，课后缠着我问问题。还好这间教室空着，能让我躲一阵。他们问了什么？莫教授，大热天穿正装会不会闷得慌？你呢？当时看到我在美术馆演讲的样子，有什么感想吗？会不会有些遗憾，就像我一样？我当时一直想，如果你也在场就好了，这样我就不用看着摄影机，想象你此刻就在镜头后注视着我。不仅仅是那时，现在我也想见你。你今天是不是不上班？其实我下午也没课。机会难得，我想被你看出来了。是啊，如果继续留在学校，恐怕又要被拉住回答问题。当然，察觉到周围不再平静，最本能的反应是想回到自己最依恋的港湾。对我来说，就是你身边。所以，可以吗？好，等外面的学生走远了，我就出去。一会儿见。